杨顶天没了，一个小崽子还能守住什么？这小子为何已经苏醒？莫非他察觉到老夫的意图？为什么感觉有人在追我？是错觉吗？不是错觉。装什么高人？给我！你到底境界是什么？跪好！我爹，是你害的吗？杨少主留我一命，你父亲事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杨明也饶你性命容易，还我爹的命来！留着，等我想听的时候，你再说。李叔，隔绝一下周围空间。好，天地遁泄。爹啊，你走了我怎么办啊？老爹，你死得好惨啊！你一离去我怎么办？前有狼，后有虎，你打拼出来一辈子的青岩拍卖行，居然全是白眼狼！要不老天，你还是把我送回去吧。这该死的世界，我是一天都不想多待了。爹，你糊涂啊！丁，检测到宿主真灵觉醒，正在为您匹配系统中。系统爸爸，我就知道你会陪伴在我的身边，给我来个死了就无敌的系统，或者一刀1万的系统，我都不挑剔。检测到宿主有着一座即将继承的拍卖行，无上拍卖行系统为您服务。丁，检测到宿主目前处境堪忧，无上拍卖行赠送宿主一次终极护卫抽奖机会。我就知道，还得逼一逼诸多前辈撑不起我，系统果然有着新手大礼包。丁，宿主你也没问啊。尊敬的无上拍卖行系统，请说说你的功能。本系统有2个板块，分别是兑换和抽奖。兑换就是宿主可以用灵石在系统中兑换出所需要拍卖的一切物品，不论是什么物品，在本系统中都能获得。而抽奖则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圣级、地级以及无上级。抽奖则需要耗费0点，0点则是通过在宿主名下的拍卖行拍卖物品获得。
最终成交价格每1万下品灵石为1零点，10零点可以初级抽奖，1000零点可以中级抽奖，100万点可以高级抽奖。高级之上的抽奖资格暂时只能通过任务获取。宿主达到满足的条件之后，系统自然开启。而抽奖分为护卫和天赋护卫的抽奖又分为6个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潜力和战力。召唤出来的护卫对着宿主的初属中锤满值，但是护卫本身有着自己的情绪，还希望宿主善待他们。天赋抽奖嘛，这个就要看宿主运气了。哪怕是积级抽奖也能获得最高级的天赋，越高级的抽奖所抽出好一点的天赋概率也就越大。另外做任务也会有着抽奖机会和丰厚的奖励。猥琐发育，别浪，有着什么样的实力拍卖什么样的物品。一切以召唤护卫为第一优先准则，道路千万条，保命第一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系统，终极抽奖给我抽！恭喜宿主召唤到神通9天的护卫，可查看其信息。护卫已经来到宿主身边，目前已经藏匿起来，宿主呼唤即可出现。查看信息。户名李寻，48岁就神通巅峰，纵横天下无一敌手。我操！不过，小命暂时保住了。李叔，你在吗？在。高手，超级大高手。主上有何吩咐？李叔，你我之间无需多礼。那李某便称呼你为少主吧，少主无需推脱，此番称呼你配得上。那小子今后便麻烦李叔了，还望李叔护我周全。自是如此，李某会一直追随在少主身旁，若是有人对少主出手，必先踏过李某的尸体。谢李叔。那李某先行告退了。若说少主有什么吩咐，轻声呢喃，李某定会出现。那便恭送李叔了。这位少主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啊，此般大事必有其一席之地，那便稍微为这个少主做点事吧。这破烂系统。系统，说说你的兑换功能。先天神魔精血，极品神元诛仙4剑，1000神焰0000000，极品神元混出神功，1000神焰0000000。系统，换我能兑换得起的。旋即下品剑法坊的诗，1000下品功，旋即下品功，2000下品灵石，灵元丹，2000下品灵石。系统，我爱你。长风剑法，筑基境强者长风剑客所创，一剑挥出，刹那之间。系统总算贴心一回了。玄元丹，地级上品功法玄元功修炼的必备丹药，可以帮助服用者领悟玄元功。筑基之物灵胎，80万中品灵石。爹，你放心，孩儿很快便会为您报仇了。丁，检测到宿主已经熟悉完本系统，特发布新手任务：1个月内拍卖单件物品的成交额最大为10万下品灵石，奖励宿主3次初级抽奖机会；1个月内总拍卖额度达到100万下品灵石，则奖励宿主1次中级抽奖机会1次。若1个月内未完成，则任务消失，没有惩罚。这任务还是蛮贴心的嘛。不过1个月内拍卖总额度达到100万下品灵石，这个还需要好好仔细操作一下。拍卖也是一门艺术，诸主府为大，为什么不让我在市里拍卖个中签制？现在只有3股了，自家老爹驾鹤西去了，如今最需要的还是打破3者平衡的物品。老爹啊，还得用用你的名声。你到底是谁？李叔，麻烦用灵力隔绝一下周边空间。好，属下先行告退。老爹，
你可以安息了。多谢李叔，还望李叔帮忙善后。苍焰门，苏小姐不妨再考虑一下。要知道，青岩拍卖行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若是苏小姐加入我天都拍卖行，我可以做主，让苏小姐负责全青岩城中的所有交易。谢李公子，不过杨行长待我如亲生儿女，我还是想要陪着青岩拍卖行走过这最后一段路。菲儿既然做出决定，那我也不强求。天都拍卖行的首席拍卖师的位置永远为菲儿留着。那就多谢李公子了。可真是个尤物，等你到了我天都拍卖行，本少爷一定要好好调教调教你。天都拍卖行的三公子，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天都拍卖行啊！义父，如今菲儿真不知道怎么做了，只希望安迪不要有事。菲姐，安迪，你真的还活着？安迪，没想到你真的没事。苏菲姐，我没事，不过这位是我曾经意外结识下的强者，李叔乃是凌元境巅峰的强者，丝毫不弱于老爹，如今愿意留在我身旁护我周全。那安帝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如今老爹去享福了，只剩下我和姐姐你相依为命了。有着李叔的帮助，夺回青岩拍卖行没有什么难事，毕竟这可是老爹的一生心血所在，还望姐姐助我。而且李叔如今距离筑基境界只差一步之遥，等到李叔突破到筑基境之后，我青岩拍卖行就是这青岩城中的唯一生意，也不算埋没老八这一生的心血。果然这才是那位凌元境巅峰的强者的目的吗？不过为今之计只能如此了。菲姐，对不住了，如今只有将众人的视线转移到李叔身上，所有的事情才能变得合理，只能让你先担忧一段时间了。自己的这位主上倒是谨慎。不知安帝需要姐姐如何下注，尽管开口，只要姐姐能做到，哪怕是豁出性命，也要为安帝做到。妖精，姐姐，李叔如今距离筑基境界只差临门一脚，这里有一颗灵元丹，只有姐姐出马，才能让其拍卖出更高的价格，还请姐姐出手，将其信息散播出去。李叔的信息也无需太过于隐瞒。安迪，你刚才说什么？灵元丹？既然这位前辈愿意相信小女子，那么小女子保证，拍卖出来的价格定然让前辈满意。菲姐，你这可不是小女子。杨明，你这是想干什么？你想要造反吗？顶天大哥待你不薄吧？如今顶天大哥刚出意外，你难不成就想对拍卖行下手？白眼狼啊！顶天老哥也是瞎了眼，这才将你从垃圾堆捡回来，若不然你可能还在哪里乞讨呢。没想到你就这样报答顶天老哥的，当真是识相的话就快点滚！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呵呵，一群老不死的，你们有着什么资格批评我？你们今日出现在这儿，别告诉我是巧合。杨明，你少血口喷人，并没有任何一言交代。我等为了顶天大哥的毕生兴华不出现意外，这才前来商对策。杨明早就开我眼拍卖行，有何资格站在这里？和他废话什么？一起动手！杨明很显然是居心不良，想要鸠占鹊巢，谋夺顶天大哥毕生的心血。哈哈哈哈哈！若是之前的我说不准拿你们没办法，可是我已经突破到灵元境界了啊！你居然真的突破到灵元境！现在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青岩拍卖行的主人。老家伙，想必你那个最宠爱的废物儿子应该去陪你了吧？放心，你的一枚我会替你好好照顾的。等我将他玩腻了，然后送去苍岩门，想必这样的人间角色会有不少长老喜欢吧？到时候定然能换取不菲的修炼资源，足以让我的修为更进一步。青岩拍卖行只有在我手中才能更进一步。我愿意臣服。杨明作为义子，接任青岩拍卖行再合适不过。依我看，应该将苏菲也嫁给行主大人，只有如此美人，才能配得上行主大人。杨明，你为何要背叛我父亲？杨安，你居然还活着！杨贤侄，如今行主已经是杨明了，你还是回去吧。奇怪，为什么这家伙没死？
难不成最终苍岩门的长老遭遇到其他事情，导致被这小畜生逃过一劫？应该是苍岩门的长老无法直接动手，这才让杨安侥幸捡回一条小命。不过，若是我动手将其项上人头献给苍岩门长老，应该会有着丰厚的奖励。诸位长老，莫非真的要和这白眼狼同流合污？昔日我父亲对你们也不算差吧？哈哈哈哈！杨安，你看到了吗？我才是青岩拍卖行的主人，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活着不好吗？老爹啊，你这到底是养了一群什么样的蠢货？不过也好，李叔，麻烦您了。明白了，主上。杨安，你休要装神弄鬼！如今你最后的靠山已经没了，你怎么和我斗？我这就送你下去见见杨天烈那个老不死的！将此人废了，我亲自处理。杨安贤侄，老夫可是看着你长大的，我可是你父亲的手足兄弟。不，你不能杀我们！你杀了我们，偌大拍卖行绝对无法运转。对，我们都是你的长辈，有我们帮助你，青岩拍卖行定然可以运转得更好。各位叔叔，机会晚辈已经给过了，只是你们自己没有抓住罢了。这就是修行界吗？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一直不让你接手拍卖行的核心事务吗？因为你太蠢了，和苍岩门私通中这种事你居然都能干得出来，我还得替你擦屁股。参见少主，参见少主。都听到了吧？杨明投靠魔道，潜伏多年，今日才杀众多长老，幸亏少主有高人相助，这才将杨明这个魔道余孽斩杀。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子人才啊！我拍卖行如今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丁少主，我叫雷虎。你很不错，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这片护卫队的队长了。接下来怎么做，知道了吗？属下明白。老爹，你留下来的烂摊子还真多。听说了吗？听说啥了，兄台？前些时日，青岩拍卖行之中出现了一个魔道余孽，妄想掌控整个青岩拍卖行，设计将青岩拍卖行中的那些长老全部击杀。我靠，这么恐怖！青岩拍卖行中的长老最低可都是凝气境的强者啊！谁说不是嘛？但是那魔道余孽却是灵元境的强者。那最后呢？我听我那在青岩拍卖行打杂的表弟说，还是少主花费极大代价请来外援，一尊灵元境巅峰的大佛，这才将那魔道余孽铲除。恐怖如斯！灵元境巅峰的强者，恐怕是城主大人都不如吧？不仅仅如此，据说那位大人距离筑基境只差那么临门一脚，为了收集修炼资源，拿出一枚灵元丹给青岩拍卖行拍卖。我靠，真的吗？那可是灵元丹啊！传说中一枚丹药便足以制造出一位灵元境强者的灵元丹，居然有人拿出来拍卖了！小子，你刚才说什么丹？灵元丹？是狂狮佣兵团的雄狮大人，刚才雄狮团长貌似说的是灵元丹。灵元丹。雄狮大人，这是小的意外所获得的消息。听说青岩拍卖行7日后就有一枚灵元丹。雄狮大人，这只是小的听自家表弟所说的。雄狮大人，绝对没错，7天后绝对有灵元丹拍卖，我以我表弟的项上人头担保。难不成青岩拍卖行真的有灵元丹拿出来拍卖？居然敢如此造势！一位灵元丹，我刘家一定要争取。若是的刘家再出一位灵元境强者，足以有着覆灭一位家族的势力。到时候，我刘家便是这青岩城中唯一的声音。爹，有大事发生了！你这混账！不是说不到生死君王不能喊我吗？可是，爹，这一次青岩拍卖行上可是有着灵元丹。你说什么？居然真的有灵元丹要拍卖！老天爷，你还是开眼的！风儿，速度，将族中资产全部变卖，将所有资金全部筹备起来。这灵元丹无论如何，我陈家都要争上一争。快看，爷爷，那边好多人啊！小玲想要去看看吗？好嘞，爷爷便带你去这拍卖行中看一看。青岩拍卖行今日当真是火爆啊！辛苦了10天，终于能享受了。自己那位便宜姐姐的人脉当真是恐怖啊！
欢迎各位来到青岩拍卖行，苏菲在此表示对诸位的热烈欢迎。苏菲小丫头，开始拍卖。是啊，我等已经迫不及待了。你也知道我等为了什么而来，别再吊我们胃口了。大家请稍等，拍卖会等会就正式开始了。是，少主。自己身边的强者还是太少了，希望这一次拍卖之后，可以抽取到一些给点力的强者。感谢诸位赏脸前来我青岩拍卖行，想必这一次的拍卖物品不会让诸位失望的。传言果然没错，青岩拍卖行居然还有着如此强者了。灵元境巅峰，距离筑基境只差1步之远啊！话不多说，那么此次拍卖行便正式开始了。好了，既然李大人说拍卖行开始了，那么小女子也不做多言了。此次拍卖行正式开始，大家出价请理智，拍卖一旦成交，便不可反悔哦。这莫非是聚气丹？这正是聚气丹，可以帮助淬体巅峰的武者感悟到气旋，从而踏入到凝气境界的神丹。这居然真的是聚气丹！聚气丹可是一枚2品丹药，在2品之中也算得上极品了。哈哈，吾家麒麟子已经到达泅体圆满了，若是有着这一枚聚气丹，足以在1个月内到手可以参加书院考核了。这一枚聚气丹，我势在必得。既然大家认出这一枚丹药，那就好办。聚气丹可以帮助淬体巅峰的武者感悟到气拳哦。据小女子所闻，还有1个月便是大周书院招生的日子。族中有着淬体巅峰青裙子的势力，大周书院可是诞生过数位神通的大修士。想必大家都明白这一枚丹药的价值，那么第一件拍卖正式开始。这一枚2品丹药起拍价10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块下品灵石。2000枚下品灵石也好意思喊，本少爷出5000下品灵石，6600块下品灵石，1万块下品灵石，3万下品灵石。那是青山城中的人，一口气增加了2万下品灵石，好大的手数。上一次这一枚聚气丹价格的极限，青岩拍卖行拍卖的不过才大周书院的名聚气丹啊！好伤人的心机，青岩拍卖行的新主人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5万下品灵石，还望诸位给我王家一个面子。王家？这莫非是青山城的王家？据说其祖上曾出过筑基境的强者。呵呵，你王家的面子在青山城管用，但是如今可是青岩城，我出8万下品灵石。如今武儿距离凝气境只有1步之遥，若是得到这一枚聚气丹，必然能突破到凝气境。哈哈哈哈！一旦武儿突破成功，那就是15岁的凝气境，哪怕在大周书院中也称得上小天才，说不定有生之年可以扎根皇城，脱离这样穷乡僻壤。这一枚聚气丹是我的。青岩城城主出价8万枚下品灵石，可还有其他出价者？若是没有，倒数3声之后，这枚聚气丹便要属于青岩城城主了。那苏菲提前祝贺潘少公子拜入大周书院，平步青云了。8万5千枚下品灵石，9万枚下品灵石，10万枚下品灵石，10万灵石。童子，打开商品面板，我看看聚气丹多少灵石。这就是传说中的垄断吗？这也太离谱了。童子，我错怪你了，你这确实是返利系统，还是100倍。系统，零点单件物品拍卖后结算，还是全部物品拍卖后结算？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之后，系统会自动结算。懂了。10万下品灵石1次，10万下品灵石2次，10万。15万下品灵石，疯了！15万灵石买一颗聚气丹，大周书院名额有这么贵？离谱，太离谱了！恭喜城主了，老夫甘拜下风。若是城主出售这一枚聚气丹，可以来青山城找老夫，我王家能给出的价格，定然能让城主满意。15万灵石3次。恭喜青岩城主大人成功拍得聚气丹！没想到这小城之中竟然会有着如此有魄力之人。要是被这些人知道大周书院真正的价值，不知道会不会悔恨今天的决定。
第一场拍卖会已经结束，接下来进行第二场拍卖会。第二件物品嘛，则是舞者最喜欢的。苏菲小姐，你快点说，别卖关子了，别吊我们胃口了。这一件物品怎么说也要参与一下。这是好锋利的刀芒，好刀啊！苏菲小姐果然懂我们武者，哈哈哈！正愁着没有一柄合适的武器，没想到苏菲小姐不给送来了。起拍价，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枚下品灵石。600枚下品灵石，700枚除1000。我乃是阳城佣兵团，诸位给我个面子。面子？青狼拍卖会有个锤头面子。家父张大河，我出2000下品灵石。原来是张公子，失敬失敬。若是张公子喜欢，我青狼佣兵团自然退出。2000下品灵石3次，竞拍成功。恭喜张公子获得这一柄上品凡兵，定然如虎添翼。张家、张大河、张萌萌，我记住了。张家张萌萌欠青岩拍卖会6万下品灵石，我记住了。下一件物品就是灵元丹了，不知道大家是否期待呢？不过呢，在灵元丹拍卖之前，还有一件物品也是青岩城数十年不曾出现过的。数十年未曾出现过，难不成是极品凡兵？快点，苏菲小姐，求求你别吊我们这群大老爷们的胃口了。这莫非是传说中的法器？想到青岩拍卖会这次真的下了血本了，居然连法器都拿出来拍卖，看来那位真的是急需资源了。拍价1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都不得低于100下品灵石。鄙人张萌萌，家父张大河，我出价2万下品灵石，还请诸位给我一个面子。给你妈的面子！哪来的傻子？我羌河城惯来拍卖会出价5万下品灵石，你一个小辈凑啥热闹？我王家出价13万下品灵石，15万下品灵石，16万，18万。为什么我就没有多带一点灵石？23万下品灵石。有了这一次教训，恐怕那些家族下次前来，灵石肯定会准备充足了。小女娃，老夫出价30万下品灵石。老家伙，你可知道30万下品灵石是什么样的概念？是剑狂元风，没想到是他，难怪。没想到其已经突破到灵元境后期了，若是再获得这柄法器，恐怕将会成为方圆千里的第一高手。这便是那位神通境的陌生强者。30万下品灵石，可还有出价的了？若是没有，那么这一柄下品法器便属于这位老先生了。难不成这老者真的能拿出30万下品灵石？哼！小家伙，记得下次别这么猖狂了，若不然哪天便会发生意外。谢前辈指教，晚辈下次定然不会再犯。还真是不把我青岩拍卖行放在眼中啊，李叔，你有办法在二者身上留下印记而不被察觉吗？有，那便麻烦李叔了。小事一桩，少主无需客气。诸位，接下来就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物品，这也是你们所有人都期待的物品——灵元丹。灵元到底有多么的珍贵，这就不用我说了吧。一枚灵元丹足以造就一方大族100年价1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都不得低于1000。灵元丹非我莫属，浑水摸鱼的就别来偷袭了。我出10万下品灵石，11万，11万5千。
这灵元丹质量有点高啊。这倒也是一件好事。父亲，我们可以出手了。这一枚灵元丹，我们势在必得。我狂狮佣团出价23万下品灵石。是狂狮大人，他果然按耐不住了。听说狂狮大人距离灵元境就只差那么一步之遥，若是狂狮大人步入灵元境，恐怕我青岩城就是4大家族了。我陈家出24万下品灵石。25万下品灵石，25万1000，28万！诸位，这已经是我陈家的极限了。若是诸位还有比这个价格更高的，我陈家愿意退出。陈家一个最强不过是凝气境老鬼的家族而已。28万下品灵石，若是没有人继续出价，那么这一枚灵元丹便归陈家所有了。28万一次，28万3次，恭喜陈家成功拍得灵元丹。风儿，你拿着剩下的2万下品灵石转交给青岩拍卖行的行主。这个老家伙，只有这样才能让接下来的拍卖会中这些大势力乖乖掏钱。在青岩城中扎根数百年，怎么说也有个180万的灵石存款，自己可没有逼迫任何人，这都是他们自愿的，说不得那些势力还得感谢我呢。苏菲小姐，青岩拍卖行下一次举办拍卖会是什么时间？青岩拍卖会下一次举办将会在10日之后，想必物品定然不会让诸位失望。提前透露一下，这是足以改变一方势力根基的物品哦。这一次的拍卖会没有准备充足灵石，下一次举办我一定会准备好充足的灵石，哪怕是为了见苏菲小姐一面，我张萌萌也会前来捧场。哪怕掏空祖产，也要参与竞拍。足足拍卖了75万下品灵石，这是何等的巨款！往年一场拍卖会业绩能获得10万下品灵石，便已经是一场大型拍卖会了。而这个价格，想必足以让我和安迪没有任何性命之忧，甚至还会获得绝对的强横庇护。恭喜宿主拍卖会举办成功，共拍卖了75.3万下品灵石，共获得75.50点。1个月内拍卖单件物品的筹交额最大为10万下品灵石，任务完成，奖励速3次初级抽奖机会。这么多天，不就是为了此刻？今天我杨某人便是青岩城第一首富。系统，用一次抽奖机会给我来一次天赋抽奖。叮，恭喜宿主抽取到天赋力大如牛，是否融合？力大如牛什么鬼？我淬体9重天的修为，力气莫非还没一头牛大？我一拳下去都能将牛轰飞，好不？这确定不是削弱？这是初级抽奖。可是人家痛。这是初级抽奖。融合，我倒要看看你打的什么鬼主意。没了，我刚刚才感觉正舒服，突然间就没了。欢迎宿主下次体验。干，知不知道这样很得罪人的？系统，来一发护卫抽奖。偌大的拍卖行，护卫都是些低境修士，太没包掉。恭宿主召唤到凝气中期的护卫，系统召唤出来的每个人和旅都有着世界浪一刻之后，组合便会合理投。为什么这次护卫不是出现在我的身边？原来如此，这一方世界可直播抢地盲的黑户吗？有统如此，何愁大业不成？恭喜宿主召唤到灵元境后期的护卫，姓名王丹，年龄30。境界灵元境后期，人物潜力蓝，目前30岁，为2品巅峰炼丹师。这品巅峰炼器啊！除抽奖中的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有合理身份，还有顶尖战力。继续，给我继续抽！70点啊！3个白色护卫，3个力大如牛，整整6个废物。这系统抽奖是掉进窝里了吗？恭喜宿主抽取到天赋面若冠玉。这还不如力大如牛，我本来就是相貌堂堂，哪怕勾栏听曲都有姑娘心甘情愿飞蛾扑火，要这美貌有何用？算亏了，算亏了。地级上品功法长虹弓100万下品灵石，悟道果80万下品灵石。100万？你怎么不去抢？系统，立刻换我能买得起的商品！你是故意来刺激我的吧？地级马剑功法1把剑买1颗要撤产10万下品石，本已就是个阳剑30万下品灵石。终究还是流下了贫穷的泪水啊！狗系统，你坑我！欲练此诀，必先准备玄阳丹。玄阳丹1000下品灵石。这说的啥玩意儿？这说的啥玩意儿？我的50万灵石啊！辛辛苦苦打拼10天的灵石就这么没了。地级功法速成卷轴10万下品灵石。系统兑换。哎，地级功法卖个数百万灵石不过分吧？一枚搭配丹药卖个10万灵石不过分吧？谁叫我心地善良呢？
哈哈哈哈哈哈！我陈霸终于突破到灵元境了。爹，你突破了。你突破损坏了我拍卖会中这么多珍贵的物品，这要如何计算？大人，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1万下品灵石。行，我这就让人送来。那是陈家老鬼，难不成他这么快就突破到灵元境了？这才多久？我记得不是说哪怕用灵元丹突破也是需要2、3天时间吗？该死，这阴险狡诈的老鬼居然选择在拍卖行中突破。撤！既然那老鬼已经突破了，那就灵元丹应该已经没了。只能回去好好不知道青岩拍卖会下一场拍卖会将会有什么样的物品。风儿，这就是我要教给你的。不论如何，自身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实力，什么都守护不了。安帝，姐姐今日表现怎么样？真是个妖精，很好，甚好，甚得我心意。再定一个小目标，先打倒苏菲妖精。感受到宿主主破七强地的决心。修炼纯阳诀整整1天了，别说修为有大进，连灵气的毛都没摸到。凝气境拿筒子难突破，早知道筒子有办法了。好，你牛逼，资质差连可药都配了是吧？好歹我也算青岩城一方天才好吧？系统立刻说说任务和奖励。宿主单件物品拍卖到100万下品灵石，并且拍卖的物品成交价必须是宿主所兑换物品灵石的1000倍，则奖励高级天赋类抽奖机会1次。1000倍，筒子，你让我上哪搞上千倍的利润？随随便便上100倍利润，没想到筒子你心比我还黑，开口就是上千倍，明明可以直接抢劫，别人还要感恩戴德。请自行想办法，任务已经发布，必须是宿主通过抽奖把我一定要手段获得，若是检测出高级抽奖的手段，系统不允结算哦。大长老，此言当真？小小一个青岩拍卖会，真的出现了聚气丹和法器这样的稀世宝物？千真万确！青岩所见那柄法器被30万下品灵石拍下，聚气丹更是被城主以15万灵石抢走啊！终究是差了那么一步之遥啊，家主！祖上曾经就是大周书院学生，书院代表着更高层次的阶梯，在其中有大周皇朝神通境大修士亲身讲道，优秀者可拜入大修士门下掌管皇朝，这是缺灵石根本无法买来的前途。如今这大好希望竟落空，我恨不得立刻跪在先祖灵位前以死谢罪。家主，据说青岩拍卖行下一次拍卖会有能改变异族根基的宝物出现，如果所猜不错，绝对和高级功法有关。改变异族根基，这般宝物100年难遇，怎么可能接二连三出现？大长老究竟何意？玄机功法！若再次获得玄机功法，我王家定然天骄不断，数十年后重回皇城再也不是梦。立刻通知全族所有产业，将全部灵石彻底统计，若是族中有蛀虫，直接按照叛族斩首抄家，送他们一程。遵家主令，把所有的铺面矿场全部抵押出去。玄机功法关乎出宗门，早期处理将不得怠慢，违令者立刻废除修为，逐出宗门。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倾尽全宗所有，也一定要誓死夺下。没有，刚排到里4，场地就彻底满了，真是气煞人也。那当然，也不看看张三是谁，江湖人称及时雨，速度更胜飞毛腿。这次青岩拍卖会，这张三可是从头看到尾。就来，快说说青岩拍卖会买了。速度给本少爷说说，此次青岩拍卖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大惊天动地的事？既然这位公子如此慷慨，张三绝不啰嗦。此次拍卖会中，往日难得一见的上品凡兵，居然是最为垫底、最垃圾的物品。什么？上品凡子身边都没有一柄，宗门几位大长老打造的成功率都极低。你倒是说说里面到底有什么更珍贵的？这小小的青岩拍卖会，居然有这等底蕴，倒让人有些兴趣。第一场便出现了聚气丹，你们这群人可曾见过有聚气丹卖的拍卖会？什么？帮溃体巅峰感悟气息学的聚气丹，这至少能卖到5、6万下品灵石啊！一群土包子！要是让你们知道真正的价格，能把你们吓死。聚气丹是被青岩城主大人以整整15万下品灵石的高价抢走。15万下品，一枚聚气丹居然能卖15万下品灵石，可惜聚气丹材料目前拿不到。如今这般惊天的利益，已经足够让贫穷的我铤而走险了。必须拿几件压底箱的宝物去这青岩拍卖行。这聚气丹的价格仅仅位居青岩拍卖行成价的第3位，还有2件极为珍贵的宝物，价格远远在15万聚气丹之上，比聚气丹还高。难不成是灵元丹？昨日陈家老祖突破灵元境，据说就是去青岩拍卖行买到了丹药。确实是灵元丹，但陈家老突破时让下的拍卖行椅子，居然被拍卖行的恐怖背景打坏了，浑身发串，乖乖奉上1万下品力赔罪，生怕大入追究。怎么可能？难不成是青岩拍卖行比灵元境更恐怖的绝世高人面前？张三亲眼所见，绝对信誓旦旦。那灵元丹卖了整整28万下品灵石，仅排第2，第1名是一柄法器，被一位戴女童的老者以30万下品灵石抢走。这场青岩拍卖会总共拍出了整整70万下品灵石的天价。70万下品灵石，怎么可能？本公子亲爹是宗主，宗门坐镇着筑基境强者，哪怕是这等大宗门，不吃不喝1年的总收入也不过20几万下品灵石啊！这小小一处拍卖会，居然抵得上本公子宗门整整3年的总收益。这一面不然功夫到这等神仙境地。还有下一场拍卖会吗？下一次拍卖会，我飞羽门绝对不能错过。一群土鳖怎么能跟我飞羽门相比？少主，这
这一枚壮阳丹是否要拍卖？不拍。系统，兑换一个十全大补命。唉，还是人才不足啊。下一次拍卖结束，得向周边扩展扩展，多收购一些拍卖行分行，是吧，筒子？宿主请随意。说吧，这次是壮阳丹还是跌打药？少主，王丹大人说外面来了一位客户，需要你亲自去查看一下。咦，先生，请稍等片刻。怎么可能？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3品炼丹师？还没那种天才的修为，莫名其妙消失变成废柴的桥段。不对，没有天才加废柴的模板，万年不遇的傻子加废柴的模板倒是有一个。不知阁下需要寄拍何物？这是老夫所炼制的淬水液，这一瓶能量足以帮助武者迈入淬体9重天。不知此物能否在贵方拍卖行拍卖？恐怕还真就是那个萧大傻了。可以。拍卖行居然起死回生了，还拿出了凝气丹、法器和灵元丹这个稀世重宝。不过这倒也有意思，居然胆敢得罪我天都拍卖行。王优，把青岩拍卖行的行主还有背后支持的人，统统打断双腿，拖到我的面前来。遵命，少主。该死的贱婢，该死的青岩拍卖行，统统给我去死！戴长老已经数日未曾返回苍岩门了，堂堂的宗门长老，绝对没这个胆子携宝跑路，必是遭遇到不测。到底是何方恐怖势力在暗中出手？苍一，立刻前往青岩城中，彻底查明真相。本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将灵台秘宝拿到手，若一开始就派筑基高洁甚至神通境老祖出手，瞬间就会惊动大周皇朝与那些顶尖大教，真是彻头彻尾的废物！只祈祷苍一要在所有势力察觉前，把灵台给本门主带回来。数日苦修，终于感悟到一丝丝天地灵气了。这微不足道的真气，都是靠我的勤奋努力获得的傲人成就啊！不对，刚等整整3个月，黄菜瓜都彻底凉透了，还苦修个锤子！要想个办法处理劳技结合，好好放松放松。有大鱼城外自己撞车了。本地的风土人情先放一边，先去城外好好看一场精彩绝伦的吃瓜好戏。真没想到，暗中搞鬼的居然是你！立刻把重宝交出来！你那个不死老祖，恐怕早已经命不久矣。今日老夫便用手中的剑，送你彻底归西！少装傻！你天都老祖被人一巴掌拍碎，重伤垂死，这就是全部真相。敢杀我苍岩门人夺宝，今天谁也救不了你！我家老祖何时重伤垂死了？且慢，难不成在暗中出手挑衅的就是你苍岩门？还装！我苍岩门看上的东西，你也敢抢夺？拍卖行前任行主据说得到什么宝物，被一位强者杀人夺宝了。那件物品可能还在青岩城中，甚至还可能在青岩拍卖行中。绝不能让苍一将消息带回苍岩门。拿完宝物之后，便离离大周皇朝，让天都拍卖行跟苍岩门狗咬狗。该死！我就知道是你天都拍卖行做的。对，就是我天都拍卖行做的，你又能怎样？筑基境的强者恐怖如斯，李叔，你觉得这2人中谁会胜出？猪猪心中不是有这答案了吗？知我者李叔也。拍卖会结束之后，想办法赚取一些灵石，兑换一枚通玄丹。灵石终究还是远远不够。该死，这老鬼居然这么强！听闻苍岩门门主身边的苍卫个个都是筑基境的强者，苍卫当真是威风啊！该死的天都拍卖行，我苍岩门跟你不共戴天！想要和老夫殊死一搏，也不看看你配吗？老夫还需要你将证据压死在天都拍卖行，就凭你也配坚持这么久？精彩，当真是精彩之极！老前辈计谋一环扣一环，晚辈佩服不已。
淬体境9重，不对，不知公子乃是哪方势力的俊杰，倒是我天都拍卖会有眼不识泰山。你是不是要去青岩拍卖行？公子所言何意？是当然，老前辈，你心里不是已经有了答案了吗？没想到青岩城居然藏着你这样的真龙，老夫输的不气，老夫输在哪了？他看起来有那么好欺负吗？李叔，你会不会炼制灵鬼？会。世间之术没有好坏，真正定义善恶的是人。李叔所言，我受教了，那就麻烦李叔出手了。愿欧皇保佑，再来一个神通境的大修士。潘城主，这位是令郎，当真是一表人才。千载难逢的拍卖会，我又怎么能不前来参观参观？刘家主、潘城主，恐怕要不了多久，周边的拍卖行都要并入青岩拍卖行中了。是啊。什么？去看个拍卖会，居然还需要1枚灵石才能进入？你们这是抢劫啊！这是拍卖行的新规矩，还请见谅。什么时候拍卖行还有这个规矩？我就不出了，我就不信有什么冤大头。哼，这才叫拍卖会！哼，一群土包子。这位公子，您是否需要订购我们青岩拍卖行的包厢？青岩拍卖行的包厢分为多个等级，初级包厢需要100下品灵石，中级包厢需要1000下品灵石，还有着价值不菲的灵果赠送。高级包厢需要1万枚下品灵石，除了灵果外，还有着灵液、灵酒，应有尽有。若是持有我拍卖行的请帖，还可以打8折优惠。什么？还有包厢？这是在抢劫啊！耶，没想到青岩拍卖行居然有如此变化。来个初级包厢，来个中级包厢吧，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灵果价值1000下品灵石。青岩拍卖行当真是好大的野心，来个高级包厢。我有请帖，居然还打8折，来个高级包厢吧。有意思，那就来个高级包厢吧。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物品值得上这1万下品灵石。诸位大人，里面请。少主有人预定了中级包厢，少主又有几人预定了中级包厢，少主又有几人预定了中级包厢，少主有人预定了高级包厢，少主包厢被预定完了。系统，这些灵石计算灵点吗？不算。不算就不算，哼，不就是20灵点吗？我不在乎。这灵果属是不错，这灵石花的不亏。没想到青岩拍卖行居然有着如此手段，恐怕背后的势力不简单啊！拍卖会终于要开始了，来之前我已经变卖了半数祖产，一定要拿下一件物体，玄机功法，我势在必得。希望这次还有法器出现。欢迎各位来到青岩拍卖行，第2次拍卖会即将开始。这是什么？莫非是丹药？这是什么？不太像丹药，那透明的玉瓶中所蕴含的是液体。苏菲小姐，快说说这是什么物品？苏菲小姐，此物莫非是淬蕊液？此物正是淬蕊液，是一位2品以上炼丹师的手笔。苏菲小姐，这淬水液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功能？淬水液就是帮助升级的灵液，据传可以迅速到达凝气境，作用可是非同凡响。淬水液经过我拍卖行王丹大师的鉴定，足够一位淬体7重的修士迅速跨入淬体9重。要知道，寸金难买寸光阴，青岩拍卖行的王丹大师可是2品炼丹师哦。青岩拍卖行居然还有2品炼丹师，青岩拍卖行万万不能得罪，只能交好。看来青岩拍卖行背后的势力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神特么2品炼丹师，没想到本尊居然有着如此落寞的时候。既然大家都已知晓此物，那么竞拍开始。起步价1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枚。2万下品灵石。疯了，这样出价是不是有点儿？这可是淬眼液！宗主大人果然是目光深远。25000，3万下品灵石，4万。系统，拍卖其余人的物品所获得的灵石算作灵点吗？算。又是一笔灵点。 13万下品灵石，14万下品灵石，4万5000，16万。
什么时候灵石如此廉价了？20万下品灵石。疯了！这确定不是拍卖行找到的托？20万下品灵石买一个翠蕊叶，20万灵石1次，20万灵石2次，20万灵石3次。恭喜8号包厢的贵客拍得翠蕊叶。还行，20万灵石拍到了，居然卖出了20万下品灵石。筑基1宠，看来青岩拍卖行的名声已经不仅限于周边千里了。第2件物品，大家上次应该也曾见过。此物莫非是聚气丹？此物正是聚气丹，这代表着什么？想必就不用介绍了吧。第2件物品拍卖正式开始，起拍价1万下品灵石，15000枚下品灵石，2万3 15万，真的是疯了！16万，17万。儿啊，幸亏为父拍得早，这就叫有先见之明。25万下品灵石，这真的是恐怖啊！花20多万灵石，25万5，26万，26万1，26万2，30万，30万下品灵石1次，30万下品灵石2次，30万下品灵石3次。恭喜3号包厢获得聚气丹，家主终于拍下来了。若不是我上次大意了，没有让你带足够银石，又何必花费那么大代价？不过30万倒也在可接受范围之中。父亲，这一枚聚气丹我们为什么不参与拍卖？还差20万灵石，拍卖果然也是一门讲究。看来要着手换个城了。这便是本次拍卖会的第3件物品，一枚3品丹药。我的伤口居然在快速愈合，我也是。前2天被一位仇家砍了一刀的伤口，居然真的在愈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丹药？居然有着如此药性，太离谱了，太神奇了！宗主，是那丹药吗？不出意外，应该是了。此物乃是生生不息丹，只要有着一口气，服用这一枚丹药就可以救回来。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一枚疗伤丹，也可以帮助筑基之下延寿10年，甚至还可以帮助经脉寸断的人恢复经脉。这是神丹吗？天哪，居然有神丹拍卖！它可以帮助神通境之下的强者延寿，而且还有着疗伤的作用，说是神丹也不足为奇。父亲，这岂不是说大哥有救了？对啊，生生不息丹，我寻找了整整10年，没想到居然在这小小的拍卖会中出现。战儿的经脉有望恢复了，这一枚丹药居然还有着延寿的作用！延寿啊，这可是与天争命！无论如何，这一枚丹药一定要拍下。唉，没想到居然是生生不息丹，这里有些不简单啊。算了，此事和我无关。诸位已经了解到此物的价值了吧？这是从未出现过的神丹，这一枚神丹的价值甚至足以当做家族兴衰的底牌使用。诸位，竞拍开始，此次竞拍底价依旧是1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不得低于1000枚下品灵石。1万1，1万5，2万，3万！一群老狐狸！30万下品灵石，35万下品灵石。爹，这一枚丹药一定要拿下！37万下品灵石，38万下品灵石，40万下品灵石，60万下品灵石，60万灵石3次。恭喜1号包厢的贵宾拍卖成功！系统，这样算任务完成了吗？算，等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奖励自然会发放。我操，这是哪位大佬？
老，这莫非是来进货的？到现在足足花费了210万下品灵石了，这绝对不是我们青岩城中的势力，恐怖如斯。宗主，我们这样是不是太高调了？接下来就到此次拍卖会的压箱底拍卖了。玄级下品功法元灵诀。玄级功法，我王家势在必得。拍卖行能否用祖产抵押？倾家荡产也要拍得玄级功法。家主，真的有玄级功法！快快快，让速出掉所有资产变现，所有人将灵石都迅速送来。玄级功法，我王家势在必得。速速问问青岩拍卖行能否用祖产抵押，哪怕倾家荡产，只要拍得玄级功法，那也是在所不惜。我刘家崛起的时机了。苏菲小姐，这功法的来源可靠吗？此物是一位顾客寄拍的，此物来源绝对可靠，大家可以尽情竞拍。快点报价吧！是啊，苏菲小姐，快点开始吧。不过这是好事。说起来，拍卖玄级功法，小女子还是头一遭，不免有些失神。既然大家此刻都迫不及待，那么我宣布，最后一场拍卖正式开始。玄级下品功法，原灵开价10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玄级剑法拍卖出15万灵石的家伙也是个人才。60万下品灵石，70万，争80万获一口。玄级功法，我们不要争，只要我刘家能拿到，我刘家就是天。我也是在青山城中扎根了数百年，还比不过这一群土鳖。哪怕我李家此后30万星团灵石，150万下品灵石。这些世家还真是富裕。父亲，我定然会拜入大周书院，成为神通境的大修士。好，这才是吾的麒麟儿。哈哈哈哈哈！我儿潘杰有着神通之姿。60万下品灵石，100万，205万，210万，220万。家主，难不成我们就要放弃了吗？我不甘心呀！青岩拍卖行绝对不只有一门玄级功法，若是无法拍下，那就别怪我了。250万下品灵石，300万下品灵石。玄级功法必定是我王家的了。300万一次，300万2次，300万3次！恭喜3号包厢成功拍得元灵诀。宗主，你认为这拍卖会能守护好这一笔灵石吗？这和我们没有关系，一手交钱一手拿货，钱货两清就行了。其余诸事和我等没关系，切勿生起别样的心思，否则休怪我不客气。家主，我们要不要出手？再等等，杀了吧。此人到底是什么境界？筑基境，绝对跨入筑基境！青岩拍卖行居然真的有筑基境修士坐镇，恐怕其背后的势力不小啊！好险，幸福刚才没有出手，若不然恐怕性命难保。恐怕此人在筑基境中都不算弱者，一般的筑基境绝对没这么强。安帝在哪儿找来这么一位恐怖的强者？怎么可能？这里怎么会出现一位领悟到意境的强者？哪怕是那些圣教道统，领悟到意境的天骄，那也是屈指可数。青岩拍卖行绝对不能得罪。恭喜宿主任务完成，奖励高级抽奖1次。恭喜宿主共拍卖了540万下品灵石，获得540灵点。筒子，你这儿有详细面板吗？宿主杨安，年龄18，天赋潜力白，召唤人物李寻、王丹、阿大80万灵点545.5。人物评价：修行界中的炮灰，同龄人中的垫底。先来一发初级人物抽奖，开位。恭喜宿主召唤到凝气初期的护卫，可查看其信息。护卫片刻后便会投更宿主。查看信息，姓名阿2，年龄45，人物评价：一方小世家的护卫，平平无奇。继续3连抽。恭喜宿主召唤到淬体3重的护卫。恭喜宿主召唤到淬体10重天圆满的护卫。淬体10重天圆满系统，你别逗啊！淬体9重并非极限，淬体10重才是极限。能步入淬体境10重的修士，无一不是天赋俱佳，有着同劫无敌之姿。查看人物信息。境界淬体10重天人物潜力95%，出自一方仙侠大世界的横剑，幼时喜剑、碎炼剑、3岁握剑、10岁外流断，打破淬体极境。紫色潜力，捡到宝了！没想到初级抽奖居然真的能挤出紫色级别的人物。丁，检测到有紫色级别的大气运者出世，宿主是否需要隐藏其中气运？紫色人物自身有着极大气运之人，
会被大神通所察觉；若是选择隐藏，那么就不会被察觉。若是被大神通所察觉会怎么样？会有大神通者出手收其为徒，然后拜入大教之中。不隐藏。系统高级天赋抽奖，恭喜宿主抽中皓月圣体，可随时融合。今日我杨安天命所归，终极人物召唤给我起！这是？查看信息。姓名林苍，年龄12024，境界通玄九天冲巅峰，人物潜力子评价，出生天道异象，4岁破极境，7岁入筑基，13岁成神通，3招斩杀邪教之主，传道天下1000年，尊为神主，打破世界限制，成为人万古唯一，谁是紫色？给他个金色传说，我都觉得不过分。童子，到底什么样的人物可以称得上金色传说？小世界中带动世界升维，中世界中打破万古极境，大世界中横推一世，注定成道。3000大道，注定成仙。神剑9名，这是有着无上天骄出世。千古长老，日月宗范围内的大周皇朝之中，诞生了一位有着苍天剑体的无上天骄。此天骄有着大气运，与我天剑圣地有缘。刚刚我天剑圣地，你且前去将其引领回来，拜入我天剑圣地。是，遵圣主令。看来今日的运气已经消耗完了。系统，让独孤剑暂时不要来我身边。好的。林老，在少主。此人好恐怖。李叔，不用紧张，这位是林老，也是我青岩拍卖行的人。李寻，见过前辈。无需多礼，你我同为少主属下，自当为同僚。不知林老还需要多久才能破境？少主，老夫想要突破，随时都可以。只是老夫突破的动静可能有些浩荡，怕打扰到少主的规划，所以并未直接突破。家主，其余几大世家联合城主府，有着朝我王家发难的趋势。他们恐怕猜到了我王家就是那3号宝线。大长老，你带领我王家天骄从密道撤离，其余人一起死守王家祖地。老祖已经在参悟那玄机功法，只要坚持住，胜利属我王家的。家主说得好，就算其余世家和城主府联合起来，那又如何？我王家不畏惧任何人。干！让他们见识下我王家的底蕴。想要图谋我王家的资产，那也得看看自己的实力够不够硬。家主，大事不好了！顾家、林家、苏家和城主府联合上门了。这一刻还是来了吗？苏兄，玄机功法当真是王家拍的？嗨，古兄，我所说的话你还能不相信？玄机功法，王家岂能独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急是急。诸位一同来我王家，当真是好大的威风！这不是听说王家家主在青岩拍卖行拍的一门玄机功法？我青山城这么多年，还从未有过玄机功法。不知王家家主能拿出来让我等开开眼，我等愿意每家拿出20万灵石作为观摩费。我们4家一共80万下品灵石作为观摩费用。听说王家家主也有着王家祖上的气度吧？仅仅是80万下品灵石，便想要翻越玄机功法，若是此事传出去，让他王家如何能抬得起头？更不要说他王家的传承之法，岂能容他人翻越？诸位莫非想要和我王家开战？这么看是谈不拢了。该死，6位灵元境！王家家主，你可要想清楚了。因为一个决策让王家陷入生死危机，如何面对你王家的列祖列宗？王家主，你若是做不了决定，可以让吴伟那个老家伙出来做决定。诸位，还请给我青岩拍卖行一个面子。王家乃是我青岩拍卖行的合作者。你青岩拍卖行为何要帮助王家？王家是我青岩拍卖行的第1位合作者。王家主，你藏得好深呐！幸好当时没有推脱杨行主的好意。多谢王丹大师，多谢王丹大师。你们应该谢的是杨行主。不知王家付出了什么代价，请得青岩拍卖行诸位大人出手，我苏家愿意奉上双倍的价格。王丹大人，
我王家愿意免费将青岩城中的大小产业送给青岩拍卖行，还请王丹大人助我王家。王家主放心，我青岩拍卖行一言九鼎，说到做到，一切按照合约进行即可。姓名杨安，年龄18，修为最体时冲天圆满，天赋潜力清天赋，皓月圣体，力大如牛，灵寻苍，李寻880万下品灵石0点455.5。人物评价：你已经有着能在这一方世界掀起风浪的资格，有着皓月圣体的你，哪怕在一方大教中，也是有着成为顶尖真传的资格。这就是天才的烦恼吗？不过青山城的事情也算解决了，下一步计划可以着手了，人手还是有些不够。系统10连抽，恭喜宿主召唤到灵气后期的护卫，恭喜宿主召唤到灵元初期的护卫，可查看。恭喜宿主召唤到灵元境巅峰的护卫，可查看信息。片刻之后便会投告宿主。还可以，不算很亏。姓名张龙，年龄自一方吹世界第7的宗门，自幼展现出不俗的天资，被视为宗门的骄傲，中心之主。童子，还有其他任务吗？丁，检测到宿主有着面向星辰大海的决心。任务发布：商会计划，成立商会，入驻10城，并且每一城的收益都要达到50万下品灵石，奖励终极抽奖1次。在任意大城中建立根据地，并举办一场拍卖会，总拍卖物品达到100万中米石，即可获得高级抽奖1次。童子，牛逼！我们都被青岩拍卖行耍了，好一手偷梁换柱，好一手栽赃国血。先将天都拍卖行灭了吧。世家宗门。安帝，你醒了。妖精。你们说，青岩拍卖行创办的珍宝阁会不会有些不一样？最近几10年物价涨得飞快，我都快连最基础的修行资源都买不起。珍宝阁中的物品会不会更实？欢迎诸位来到我珍宝阁，我是青岩城珍宝阁的负责人张龙。怎么可能？张掌柜，不知珍宝阁中有着什么样的宝物？珍宝阁分为4个区域，分别是功法区、神兵区、丹药区、杂货区。神兵区则是专门出售神逼逼的区域，丹药区就是专门出售丹药和各类药品的区域，杂物区这里有着各类药材和精品出售。另外，为珍宝阁天地4大国商会的开业，将开放更高级的权限。不知张掌柜所指的更高级权限是什么？比如聚气丹、灵元丹的购买权，成为我天地商会的会员才有资格购买。黑铁会员每年可以任意挑选1件物品购买。张掌柜，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获得成为天地商会会员的资格？成为会员的方式只有2种，是成为我天地商会的合作者，另一种则是消费每达到100万下品灵石。1年消费100万下品灵石？诸位放心，会员物品肯定是物有所值。1枚下品灵石代表着1点积分，每达到1000点积分便可以免费获得1次抽奖机会。抽奖的物品包含天地商会黑铁级永久会员卡1张。珍宝阁正式营业。哇，好大，好宽阔。客人是否需要购买什么？不知珍宝阁可有黄级上品水属性功法售卖？这位小姐，我们这里确实有着黄级上品功法直接售卖，小姐随我来即可。不是太贵了，而是太便宜了，在拍卖行价格都是10万下品灵石起步，在珍宝阁居然只需要3万下品灵石。今天珍宝阁第1次营业，全部打8折，只需要24000枚下品灵石即可。买黄级上品功法，24000下品灵石就拿到手了。这位姑娘，我要1门黄级中期的功法，黄级上品5。看来效果还不错，1门黄级上品功法，系统之中也不止200-300下品灵石。今日之后，青岩城商业为他一家独大。接下来只要将珍宝阁推广开来，然后每年开个1-2场拍卖会，收割一波那些世家大族的灵石储备，天地商机很快便会壮大。诸位对于珍宝阁怎么看？还能怎么办？难不成我们还能对珍宝阁动手？这就是抽奖区吗？到底怎么使用？您只需要将获得认证的普通会员卡放在柜台上，再点击抽奖即可。每次抽奖耗费1000积分。今日头等奖是黑铁级会员卡1张，2等奖是自选商品购物机会1次，3等奖是极品方奖是2匹灵丹1枚。这些物品中奖的概率均高达1%，若是未中奖，赠新鲜灵果1份。果真显示了2000积分，难不成我乃是天命之子？给我抽！哦，仅仅是1丁点儿啊，就差那么1丁点儿。中奖概率确实是1%，
只是怎么样触发那1%，我可没有交代。笑容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恭喜这位公子获得我珍宝阁的2等奖，价值100万下品灵石的黑铁级会员自选商品购物机会1次。居然真的有人中奖了，还是价值100万下品灵石的2等奖！别拦我，我要再购买1000灵石的物品，再抽一次。公子，请稍等，公子可以透过卡片自行查骗。聚气丹1万下品灵石，灵元丹10万下品石，生生不息丹10万下品灵石。下品法器长风剑30万下品灵石，这是真的吗？除了玄技功法无法买到，其余的居然都有。3万灵石，我愿意出价3万灵石购买这一张黑铁级会员卡。8万，我苏家愿意出价8万下品灵石。10万，我狂氏佣兵团愿意出价，还会欠公子你一个人情。若是有事，公子直接找我狂氏佣兵团就行。少主，今日总共收益137万下品灵石，还不错，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了。张龙，你留下5%的灵石自用，其余的上缴即可。接下来。苍岩门，丁，检测到宿主心中强烈的杀意，开启覆灭苍岩门满门，宿主可以获得终极抽奖1次。家主，你果真是英明神武，此次我王家飞黄腾达了。老夫说了什么？抱上青岩排行这个大粗腿，我王家必然前途无量。这群人和青岩拍卖行合作后之手，立刻将把收糊涂变成家主英明。不过这一次和天地商会的合作，足够他王家更进一步。什么？珍宝阁一日的营业额居然达到了100多万下品灵石！快，立刻派人去青岩城。我林家院愿意跟天地商会合作，不，我要亲自去。来人，备驾，起航，速度！清河城的合作权一定是我张家的。景色倒也是不错，这些大派还真挺会挑选地方的。少主，此事便由老夫出手吧。那就麻烦林老了。来人止步！此处乃是苍岩门修仙重地，没有请帖擅闯山门者，力斩无赦。不过是一介普通商人罢了，特意前来拜会苍岩门。商人，区一介剑商也配进苍岩门？赶紧离宗门远点！苍岩门岂是如此商法能踩到的？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虚假定义罢了。天地商会，杨安今日特来拜会。苍岩门贪图我商会至宝，残杀我父亲。此等血海深仇，今日杨安亲身来讨要了。弟媳，有大敌封锁山门，快通知宗门长老！何方狂妄之徒，竟胆敢进犯苍岩门？是大长老，大长老可是筑基巅峰大修士，大长老定将你们杀无赦。今日苍岩门当亡！到底是何方狂徒如此放肆？苍岩门成立整数千年，何时遭遇到这般奇耻大辱？居然连封山结界都直接用出来了，还是如此恐怖威力的极品结界。今有苍岩门遭遇绝死危机，大周皇朝要彻底变天了，快回去早做准备。林老，全部交给你了。自当如此。神通境是神通境以上的大修者，求前辈高抬贵手，有事好商量啊！不，空间居然被彻底冻结了，走不掉，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修为？好恐怖毁灭性的一击，到底惹了什么神仙势力？苍岩门彻底死路一条，从大周除名了。林老，这下子没全都给拍死吧？要苍岩门连一个活口都没剩下，我们一会儿去哪找宗门传承秘藏？灭门过后的环节就是抄家啊！请少主放心，专门留下了3个核心活口，老夫已将他们身上的经脉与丹田彻底震碎。那3人曾经都是神通境的大修士，干得漂亮！这3个老家伙用来开宝库钥匙足够了。真灵觉醒的时候，区一位筑基境修者就能逼入生死绝境，堂堂神通境的高阶大修士，不过是随手可以捏死踩碎的渺小蝼蚁了。走吧，也该让座值老死者彻地服。自今日起，正式踏上3界出世。不，我儿苍林肯定还活着。阁下到底是何人？为何行如此魔道之事？我苍岩门也算名门正派，阁下如此行径，莫非不怕被大周所讨伐？名门正派，当真可笑！你名门正派为了夺得一件宝物，就足以私下灭别人满门，这就是名门正派的行径。阁下所言何意？神通境的大修士还会问出这样的问题？青岩城、青岩拍卖行、灵台，这些想起来了吗？是你这个小畜生，造化弄人，造化弄人！我苍求道愧对苍岩门的诸位先辈，我苍求道乃是苍岩门千古罪人。
双儿，终究还是我苍岩门不够谨慎，这才招得灭门之祸。前辈，别装死了！我不是苍岩门的人，我乃是修明教之人，还请大人放我一条生路。修明教之人潜伏在大周皇朝的门派中，这是有着什么样的密谋？大人，我所言句句属实。修明教之人为何会来到苍岩门中，而且还如此轻易的暴露？李叔，少主，这是有神秘强敌在此人脑海深处预先设置了致命禁制，是李勋大意了。要在神通境脑海设禁制，这背后势力绝对不简单。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一次金手奖机会。不知道苍岩门整整数千年的积累究竟有多么雄厚。林老虽然李叔跟随杨安掘地3尺，把珍宝灵石功法通通搬空。苍岩门当真在眨眼间被彻底灭门了，好恐怖绝伦的毁灭气势！仅仅是弥漫在结界内部残留的一点余威，居然就能让本侯从心底感到极度心悸不已。一掌拍平数千米山脉，究竟是神通巅峰大修亲自出手？这位大能驾临大周皇朝境内，究竟是有何等通天目的？来了，结界彻底散开了。这浩瀚如渊、绝对深不见底的气息，绝对是通玄境大能。本侯生平只在大周君临在天的那位皇主陛下亲身感受过。晚辈乃是大周皇朝镇武侯周武，在此绝无半点冒犯前辈之意，恭迎通玄前辈驾临。晚辈灵信，晚辈青云，晚辈眼日，集体拜见通玄前辈。我等在此绝对尊便前辈圣位，绝不今日你说是高帝怀侯冒进私事，并非老夫在此乱杀无辜，苍岩门贪图至宝，杀害杨真传之父，杀父之仇，屠门灭派，自古乃是天经地义。地府杨真传，难怪身边有通玄大能贴身护道，这般圣地巨头背景，我等就算拼了老命，也绝对不可招惹冒犯。有此绝对背景，算在修仙几万的立稳了。搜刮了苍岩门积累还不算完，接下来在大周皇朝大开拍卖会，全部查看。110万，我出115万，120万品灵石成交！恭喜这位前辈拍得玄级下品武技。这积分制度一出，韭菜们果真一样乖乖掏钱，这生意算是活了。多谢少主赐下通玄神丹与突破诀药，属下李寻已成功突破通玄境，属下赵虎、护卫甲顺利踏入筑基，誓死为少主效忠，万死不辞。张龙，商会全盘部署依旧由你主持，王丹、珍宝阁丹药全靠你一炉供应，赐你们玄级上品功法，巩固好巅峰修为。多谢少主厚爱栽敬，张龙定把天地商会铺满全城，王丹定让珍宝阁丹药无依附少主期望。2品巅峰级丹，给本丹教出炉，整整288万中品灵石，赚麻了！我杨安只能说，这些传承近千年的大派真是肥得流油啊！多谢苍岩门的无私奉献。仍评价杨安，你有着在世界修为希问，皓月圣体，让你在你当大教中足以成为顶尖真传。一门地级下品，王丹，这些中高级药材全拿去练手备用，务必多出极品丹。虽然有林老李叔，但上回基层强者还是太少，有赵虎等筑基期青山青岩，不怕大势力做小动作，就怕一些愣头青散修铤而走险抢珍宝阁。童子，最后一次终极抽奖，来一发角色抽奖，我要强力护卫。属下道一，一身修为筑基7重，愿自此追随少主左右，誓死不渝。童子，立刻查看详细信息。悲催的娃呀，你老实说，你到底怎么想不开的？你这反派大师兄根本没有那么大命把握得住啊！算了，好歹是青涩潜力，当个地府打手正合适。童子，立刻给我再来整整20发初级角色连抽，哈哈！第一发就是灵元境巅峰，开门红，爽！恭喜宿主召唤到淬体境一重天的护卫。淬体一重，童子，你老实说，你这确定不是专门送过来在我这里混吃混喝白嫖供奉的吗？整整11个淬体境，我杨安的一颗火头心啊！少时凌云入江湖，一消一剑败群雄。属下黄邪，灵元境巅峰，见过少主，愿为天地商会吹尽长风。青岩城萧家主亲自携厚礼来到拍卖行前殿，极度结谢求见少主。萧家主动跑来找本少主做什么？随本少主去前殿会一会。这天地商会还真是极致奢靡啊！每一根石柱上居然都布置了阵法，这绝对是足以完全抵抗筑基境强者的顶尖绝世大众。连这取经的速度比我小品成功快了整几分。天地商会的底蕴，简直奢华豪阔到了无法想象的神仙境地。这等级别的绝世阵法，萧玄和整个萧家确实缠到了骨子里。不知天地商会会不会拿出一套这般神物放在拍卖会中竞拍？萧玄家主亲自登门，不知萧家主这一趟来到天地商会，究竟有何贵干啊？晚辈萧玄恭敬拜见杨安会长。虽然几个月前萧玄还在杨会长面前充当长辈，但如今萧玄长面前绝对不敢再有丝毫傲慢与逾越。萧玄心里极度清楚，杨会长和统治统人覆盖数千里城池，更有筑基则庞然大作，这无上领袖不过只是随手可灭的小蝼蚁罢了。青岩城产业已被压榨殆尽，与其等着萧家在1亩3分地上枯死衰败，
萧玄今日就是要破釜沉舟，来豪赌这一场滔天生路。这绝笔厚礼，乃是萧玄与族老力排众议，今日全部在此献出，恳请杨安会长能够笑纳此礼。这居然通通都是天都城最核心繁华段的上好地皮，若是直接售卖，这换算下来可是绝对极其恐怖的100-200万下品灵石。萧玄家主，你这一手连家族储备灵石都要全部掏空苍岩，究竟是何意啊？看来天秋绝不敢死磕，这才搞出这面般破釜沉舟、掏空家产的大壮举啊！天地商会即将进驻天都城，天都府主早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二话不说把天都拍卖行的整片豪华产业全部打包，免费白送了。萧家这几块地皮对本商会不过只是微不足道的锦上添花一眼，不过确实令我高看我萧玄一眼。敢问今天令我到底能否得到机会，正式展开全方位的通天商业合作？对，就是要结成合作。如今杨会长所创立的通天珍宝阁威名虽大，除了天都府这片峡围，珍宝阁的名声还没有真正广向天下传扬。而我青岩萧家们自愿彻底担当天地商会，手里那把最为锋利快急的先锋血色利剑，用我萧家的无敌天下的至高绝名，完全打响天下。萧玄，我心里会极准，这堕世界每座大城每个核心府域上一老低头去，必定遭无数排外外壁垒。若珍宝阁归为未来的外扩阻碍，将彻底降至渠道冰点。不过天地适当让出一丝皮毛利养这笔买卖，简直是天大的极其双赢。最核心的是，这萧家可是藏着当时一位气运之子，此等位面主角，只要不死，未来绝对是一方震金色顶配天赋，怎么算都绝对稳不赔。便是我天地商会绝对正统的黑铁集钱会，祝我们两家日后通天合作，极致愉快。多谢天地商会再造天恩，拥有黑铁级会员令牌，只要我萧家灵石攒够，便拥有了每年1级绝对的资格，在珍宝阁兑换整整1枚极品灵元丹。如此下去，我青岩萧家未来在天都府必将铸就百世传承的最长至高辉煌。少主，老夫急报，就在刚刚，有无敌绝顶府大势力出现异动了。等等，仔细打量这萧家，情报绝对极其严实确凿，那可是统领神皇道域的真正最至高圣地大将日月宗。他们大校的一位无上高傲真真传，带着庞大队伍降临青岩城，且行进路线精准完全952，急速直奔他们金土村，冲巡严肃萧家大本，一速杀去。集齐了，萧玄家主立刻起立。天火丹尊，早前寄拍在青岩拍卖行的绝品翠柔叶，不过是天火丹中回巅峰的信手随性之作，哼，连相濡以沫1000年的道理都能为利挥剑，萧火岂会再在乎区一个名义上未婚妻的婚约？堂堂准圣丹尊要被一介小教弟子当众退婚，没想到萧火居然能够重活一世，走出这番模样。青岩城只知我是遭雷劈开窍的萧家大傻，却无人知晓萧火是神皇大陆9品巅峰炼丹师。得住生火，这之后天尊显露性命最高的道侣，将天火丹尊挥出致命死剑。家主至今在天地商会未归，这日月宗的天骄气势实在是太我们4个老骨头根本抗衡不住啊！18岁的凌渊境后期。放眼这贫瘠的大周皇朝，便是你们大周皇主年轻时也远远不及本少主。这穷乡僻壤的青岩城，连让我苏明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刚才居然在四周察觉到一股神秘的亏损气息，应该是错觉吧？想必你这废物就是拜宗萧家是傻子萧火吧？我日月宗里的劈柴谱度都比你高出上100倍。无知小辈，苏明，住口！休得在此肆意放肆。萧家对本真传有活命与收留之恩，绝不可让同门肆意践踏他们的尊严。修仙界商战就是彻底你死我活。萧家长老，时隔整整10年，我云清雪终于正式大挂教回来。云清雪的本命倾泻于萧火缔结至高契约，若单方面违约，必生极端致命心魔，终生修为绝未扫进一步。失踪整整10年，就迫不及待赶回来斩除枷锁了。哼！虽然我特意赶来本尊面前上演这般极其无聊可笑的退婚大戏吗？雪儿，你身为太上长老亲传，何须与这掌边垂大地的蝼蚁多耗费唇舌？只要你一点头，苏明便替你将这烂摊子直接踏平。云真传乃我日月宗太上长老亲传，身份极度尊贵，连你们仰望的大周皇朝，统统不过是我日月宗麾下的极小附属势力。不知远方绝顶贵客驾临我青岩萧家，萧玄有要事在身，晚来一步，还请诸位贵客见谅。这是要把整个萧家推进万劫不复的灭门死区陪葬啊！这等连口都不拉屎的贫瘠小地方，居然还有着比本少主相貌英俊俊美的青年。这小子的这张脸，看得让我真想一把彻底撕碎啊！这家伙盯着本公子发什么大神经？该不会是看上本公子美色吧？恶心！我杨安绝对至高专一，从头没喜欢好看的小姐。萧叔叔，我是清雪，当年青岩城云家的孤女云清雪。这丫头偏偏敢在老夫刚对仇人儿子杨安磕头投诚出现，老夫心里慌的一批呀，绝对要稳住这尊姑奶奶。云清雪，真的是你！如今看你平安无事归来，万幸，真是天大的万幸啊！清雪当年事出紧急，不辞而别，多谢萧叔叔挂怀挂念。萧家主，听闻云真传曾在你萧家遗落是样琐碎的普通物品，不知可否把这物品乖乖拿出来交还啊？好一个遗落的奇辱啊！真是打我青岩萧家的祖宗老脸！云真传昔日确实有一份重要的物品
在我萧家妥善保存10年。日历和月宗炉品前输弹药协理，用弹会也补偿了。五品弹药洗髓弹，这等传说中大妖偷骗谁啊？你这般劣质可笑的小小五品丹，就是送到大殿前给我用来当普通糖豆吃。看来不是老爷爷模板，老怪物重生流啊！杨会长，您还是先行离开青岩城吧。萧家主所言何意？云家是被你父亲杨顶天所灭，那个少女名叫云清雪。多谢萧家主提醒，不过区日月宗还奈何不了我天地商会，萧家主也无需担忧，接下来的合作照旧即可。金老，麻烦出手探查一下那个青岩拍卖行的位置，我要让那个什么青岩拍卖行上下鸡犬不留。是，少宗主。少宗主，云真传找到了。麻烦金长老了。来者何人？杂碎！何人居然敢在我天地商会如此放肆？这就是天地商会的最强者吗？区凌元境巅峰，不过在这小地方确实算得上高手了。放在我日月宗，那也有着看大门的资格了。阁下在我天地商会安敢如此放肆？你可是姓杨？算了，不管你是不是姓杨，既然是天地商会之人，那都得死。地阶下品掌法，没想到少宗主居然连地品武技都领悟了。什么？我要你死！我要你死！金老，我要让他生不如死！该死！好恐怖的气息！行了，结束这一场闹剧吧。阁下是何人？少主，办得不错，回去领一颗筑基丹吧。谢少主赏赐。金长老，杀了他！杀了他之后，我会请求师父给金长老一枚天心丹。天心丹，日月掌。先别管天地商会做了什么了，这一掌我们都被包含在内了。无名休矣！家主，我们押对了。看来计划要提前了。不，我乃是日月宗的少公主，你不能杀我！将他们丹田都废了，关押起来。少主，天都城拍卖会已经安排妥了。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商会计划奖励终极抽奖1次。看来湖城的珍宝阁已经开始营业了。系统查看面板。人物评价：你已经有着能在这一方世界掀起风浪的资格。有着皓月圣体的你，哪怕在一方大教中，也是有着系统初级抽奖10连抽。召唤到凌元境初期的护卫，护卫片刻后顶尖真传的宿主。还可以。童子，将终极抽奖用在召唤上。金色传说，没良心的家伙，也不会轻点。恭喜宿主召唤到神通境9重天巅峰护卫，可查看其信息。护卫已经来到宿主身边，宿主呼唤即可出现。系统查看信息。检测到有金色人物出世，宿主可要隐藏其天机。隐藏？宋子，继续，1000顶，直接终极抽奖，角色召唤，起，金色传说，给我现！喜宿主召唤到通玄境1重天护卫，可查看其信息。护卫已经来到宿主身边，宿主呼喊即可出现。系统查看信息。果
0点为什么不够用？因检测到有势力对于宿主产生敌意，斩草除根。日月宗已经开始搜查地府的痕迹，并怀疑苏明和云清雪的失踪和宿主有着关系。覆灭日月宗可以获得3次高级抽奖。走吧，启程前往天都府。宣传下去，7日后天地商会将在天都府举办一次天地拍卖会，也是时候步入下一个层次了。我儿苏明和云真传的踪迹还未探查到吗？禀宗主，苏少宗主和云真传最后的踪迹出现在大周皇朝。大周皇朝最近出现了一个神秘势力，号称地府，疑似大周皇朝之外的势力。属下怀疑苏少宗主和云真传的失踪和这地府有关。一股凌厉的杀伐之力爆发开来，直冲云霄，惹得天地间风云变幻，无数人纷纷侧目。宗主大人，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居然惹得宗主大人如此震怒？貌似和苏少宗主跟云真传有关。大周皇朝这些年的小动作，莫非真当本座不知道？既然活路不走，走死路，那本座成全他，让日护法去一趟大周皇朝寻找少宗主和云真传的踪迹，顺便将大周皇朝皇主的脑袋给我带回来。我要让他们好好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能。大周皇主看着手上由暗金色神材打造出来的请帖，请帖摸在手中，一股温凉感袭遍全身，体内的灵力运转甚至都快了那么一点。天地商会要在天都府中举办派由地府扶持的商卖会，地府这个组织在打着什么样的算盘？不过还真是奢华。王公公，你去宝库取200万中品灵石，带朕去看看这天地商会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稀世珍宝。另外，若是有稀世珍宝出现，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参与竞争。王进遵令。等到王进离开，大周皇主神情有些复杂，也不知这样的势力出现在我大周境内是好是坏。到底发生了什么？那道气息是郑武侯。不仅仅是郑武侯，天心门、青云门、偃日门、洛水府江家，这些大势力居然都派强者来了。那方向好像是那个叫啥拍卖会的方向，是天地拍卖会。那地方据说是来自一个小城的商会所办。这叫来自小城的商会所办？我大周皇朝半数大势力都来了。郑武侯，好久不见。林家主，没想到你也亲自来参加这一场天地拍卖会，哈哈哈！毕竟这样的势力所拿出来的物品，定然绝非凡黄。我也是前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物品。同样，道友，你在天都府附近，能不能透露一下关于这天地拍卖会的消息？不可约，不可约。不过这拍卖会背后的人不简单。我看你不是不想吹，是压根儿不知道吧？欢迎诸位远道而来，拍卖会即将开始。请诸位做好准备。是通玄境大修士。前辈可是这天地拍卖场之主？鄙人楚商只是个护卫，天地拍卖场的主人另有其人。好大的手笔！诸位请吧。只有邀请函的，才能进入我天地拍卖场参加这一场拍卖会。前辈所指的邀请函是这个吗？这绝对是洞天福清级的灵气。阁下没有邀请函，并没有资格入内。哼，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本皇子能到你这无名拍卖场来，这是你们的荣幸。是大前皇朝的九皇子宁城，他怎么会在这儿？有好戏看了。不知道这天地拍卖场背后的势力敢不敢得罪大前皇朝？要是想要强闯，直接宰了吧。哼，那本皇子偏要进去。只要本皇子受到一根毫毛的创伤，你这破烂拍卖后将立刻被夷为平地。王供奉，直接动手！通玄境，没想到大前九皇子身边这位不起眼的护卫，居然是通玄境大修士。犯我天地拍卖场者，当斩！九皇子，快跑！
这绝对是大能出手！想走，能走得掉吗？闪！好恐怖的气息！莫非是生死境大能出手？这天地商会不简单呐！人都来齐了，接下来拍卖会可以正式开始了。天地拍卖开始，拍卖场内禁止动武，禁止以势压人，若有违背，后果自负。这样的拍卖场能拿出的物品将会是什么级别的物品？竟然非同凡响！天地拍卖场欢迎诸位前来捧场。这一次天地拍卖会只有4件物品，不过这4件物品无一不是举世难寻的珍宝。只有4件吗？第一件物品，地级中品功法苍岩诀。地级中品功法苍岩诀，起拍加价1万中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中品灵石。拍卖现在开始！6万1000枚中品灵石！你们是想捡漏，还是真穷到不可开锅了？20万中品灵石，25万中品灵石，28万中品灵石，30万中品灵石，50万中品灵石，55万中品灵石，56万中品灵石，60万中品灵石，80万中品灵石，苍岩诀一定要拿下！有了苍岩诀，我赤焰门绝对能更进一步。85万中品灵石。90万中品灵石，95万中品灵石，100万中品灵石，100万中品1次，100万中品灵岩2次，100万中品灵岩3次。多亏五儿啊！第2件拍卖物品，6品丹药乾坤丹。乾坤丹夺天地之造化，逆转乾坤，丹成必经历雷劫。虽为6品丹药，但是不论是稀有度还是炼制难度，都远超一般的7品丹药。服用1枚乾坤丹，生死境之下，哪怕是有一口气在，都足以瞬间恢复巅峰，甚至是体内残留的暗疾也可以恢复。这1枚丹药还能改善自身资质和根骨，哪怕是对于通玄境大修士，也是有着极大的裨益。这1枚丹药我一定要得到！我已经神通境巅峰，若是改善资质和根骨，说不得有机会更进一步。通玄境再把大修了，只要获得这里居然有乾坤丹拍卖，我天命能突破至通玄境。6品降1万乾坤丹，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中品灵石。拍卖正式开始！15万、30万、50万、17万、100万中品灵石！可惜，可恨，修炼天地拍卖场背后的势力，当真是恐怖。乾坤丹这样的物体，居然也可以拿出来拍卖。150万中品灵石，160万中品灵石，200万中品灵石，220万，300万中品灵石。镇武侯是疯了吗？一口气居然直接加价50万中品灵石。他莫非将整个镇武侯府的积蓄全都带来了？350万中品灵石，乾坤丹，我兄明教势在必得。400万中品灵石，500万中品灵石。乾坤丹1万中品灵石。600万中品灵石，700万中品灵石。看样子差不多了。800万中品灵石，810万中品灵石，900万中品灵石。镇武侯莫非真的将镇武侯府的积蓄全都带来了？莫非镇武侯得到了什么小道消息？说不得那丹药只是个疗伤丹。900万中品灵石1次，900万中品灵石2次，900万中品灵石3次。该死
是时候该让大周皇朝见识一下我凶明教的实力了。接下来便到了本次拍卖会的第3件物品，诸位请看。这是阵法。想必诸位都已经猜出来，这是一门阵法了吧？这是一门6品阵法，名9天星斗阵。据说这一门阵法乃是一位阵法大师观传说中的周天星斗大战所创造出来的，而周天星斗大阵乃是真正的圣级阵法。虽然做不到周天星斗大阵那样恐怖，但是也有着部分特性。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阵法会突然消失？难不成阵法突然收锁在那轮盘之中？那小轮盘不会是刚才的阵法吧？这种手段简直是闻所未闻！拿下，必须拿下，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我手中的轮盘正是6品阵法9天星斗阵，这一门阵法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只需要一个念头便会瞬间展开。这一门阵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另一个优点。这一门阵法不需要消耗任何灵石，可以自己汲取天地间的星辰之力补充阵法核心，也就是说这一门阵法随时都可以展开，无资源消耗，只需要储备足够的星辰之力。而且这一门阵法若是星辰之力足够，哪怕是生死境的大能想要破解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第3件物品6品阵法9天星斗阵，起拍价1万中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中品灵石。11000枚中品灵石！滚，穷鬼！10万中品灵石，50万中品灵石，70万中品灵石，100万中品灵石，130万中品灵石，150万中品灵石，200万中品灵石，210万中品灵石，220万中品灵石，400万中品灵石。我乃衍日门大长老，诸位若是愿意借助我衍日门一些灵石，我可以代表衍日门欠下诸位一个人情，可以随时兑现。无耻！我乃青云门的浩轩真人，诸位若是能借助我青云门一些灵石，我青云门可以欠下诸位一个人情，并且所借灵石最多者，本座还可以将其一位后代收为真传弟子。我乃应天府李家家主，我李家有一女芳龄18，相貌倾城，资质非凡，年纪轻轻便达到灵元境，位列大周胭脂榜第10。如今只待一位有缘人，我李家愿意和其结为亲家，只需要提前支付一些彩礼。410万中品灵石，420万中品灵石，425万中品灵石，450万中品灵石。500万中品灵石，550万中品灵石，600万中品灵石，630万中品灵石，650万中品灵石，1000万中品灵石。1200万中品灵石。1300万中品灵石，1500万中品灵石。李家主，佩服，佩服。1500万灵石1次，1500万灵石2次，1500万灵石3次。不知道下一件物品便拍卖出什么样的稀世奇珍。第3件物品若是最后一件物品出世，将会引起怎样的腥风血雨？也不知道这样的拍卖场出现在大周皇朝是福还是祸。接下来便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之物。好想去吸上一口，好浓郁的灵气。这一件物品莫非还是阵法？一门可以凝聚灵气的阵法。传说一些高级天财宝出世的时候，会伴生一些天地异象，周边的灵气也会变得异常浓郁。是果实。既然能让天地拍卖场将其当作压轴之物，定然不会简单。好浓厚的道韵，仅仅是看上一眼，就有一种想要悟道的感觉。是周皇，周皇居然也派人来了。没想到那位居然也对天地拍卖场感兴趣，
不行，这一枚神果绝对不能让周皇得到。王锦，你换阵出来所为何事？刚才那一瞬间，他居然感受到轰浩似汪洋大海般的气息，直接将他压制。这绝对是一位大能，哪怕在大能当中，也不是弱者。皇上，这里是天地拍卖场。这一次天地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稀世神物——悟道果，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那一枚果实拿到手。接下来只管竞价，灵石随后朕便会送来，一定要将这一枚悟道果拿下。王锦，你可能做到？能！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好恐怖的周皇！不行，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回教内。诸位可曾听闻过悟道果？这一枚悟道果也算我家主上背后的势力在禁区中获得的。本来呢是不打算拍卖这一件物品的，但是因为一些其他原因，我家主上考虑再三，还是选择将这一枚稀世珍宝拿出来拍卖。以后再想要见到这传说中的物品，可不知道要何年何月了。98万，99万。200万中品灵石。是天都府严家。250万中品灵石。400万中品灵石。800万中品灵石。河中府孔家？怎么可能？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1000万中品灵石。1100万中品灵石。1400万中品灵石。1500万，1700万，1900万，2000万中品灵石，2500万中品灵石，3000万中品灵石，3500万，4000万，4500万。5000万中品灵石，8000万中品。满屏。9000万中品灵石。1亿中品灵石，1亿啊！我青云关退出。1亿中品灵石1次，1亿中品灵石2次，1亿中品灵石3次，交易成功！杜小姐，能不能让杨场主再来一件物品？对啊，再来一件呗，4件物品远远不够。下一次天地拍卖会将会在1个月后举行，非珍宝，我天地拍卖场也不会拿出来拍卖。而一件珍宝有多么难寻，诸位应该也是知道的。丁，检测到宿主已经完成系统的初步考验，圣级人物抽奖开放。100亿灵点，10000次高级召唤。
头疼。哼，筒子，先来一发天赋抽奖，压压惊。恭喜宿主获得天赋剑客，恭喜宿主获得天赋战斗狂人，恭喜宿主获得天赋谪仙气质。宋子，若是这些天赋抽取到重复的，会怎么样？重复抽到的天赋会在原本的天赋上强化1/10。全部融合。少主当真是恐怖之极，这一次，怕是得到了天大的造化。童子，若是想要成为金色潜力，应该要有何等天赋？至少3个地级天赋，10个圣级天赋，其余天赋若干。那红色呢？具备唯一的无上级命格，至少3个无上级天赋。筒子，开启100次高级人物召唤。恭喜宿主召唤到神海3重天的护卫，恭喜树召唤到生死境5重天的护卫，恭速树召唤到天宫境4重天的护卫。这便是那个天地商会吗？所谓的天地商，当真不错。这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强者？好恐怖的威压！没想到这样的小地方，居然还能遇到这样的福地，当做拍卖场确实可惜了。此物与我有缘。是日月宗是天地日护法，好生狂妄！竟让我等熟见到一尊顶尖强者的陨落。这座拍卖场场主速速出来迎接本座！生死境7重天，苏芳，交给你了。遵少主令。记住，这座拍卖场不可招惹，不可直视过久。这地方每次路过都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一尊真正的庞然大物啊！阴天子大人规定，1攻击点等同于1万下品灵石，哪怕是举世难寻的天地奇珍，在地府中也能兑换到。阎王让你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此次日月宗哪怕有着底蕴在身后，那也是难逃一死。只因为那位戴着白银面具的神秘人是地府3司中的人，乃是真正的无上强者。日护法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传回消息？为什么本座总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也许是本座过度思念明儿了。日护法乃是生死境7重天的大能，难不成触破到神海境封王？今年可有发现好苗子？老师，我当真要加入这个日月宗？当然。如今修行界资源垄断严重，想要获得更加珍贵的资源，只能加入更加强大的势力。锦上添花不如雪上送炭。日月宗的资源加上为师的传承，足以在最短内生长起来，然后返回顾家报仇雪恨。顾振锋、顾寒，我一定要让你偿还！今日乃我日月宗10年一度的出大典，诸位少年英杰来自4方，我日月宗必将倾力培养，不负尔等天赋。元志气古灵18，凝气中期，天赋不合格；武漫漫古灵17，凝气后期，天赋中上等。你可愿意拜我为师？弟子武漫漫拜见师尊。老师，为什么我隐隐约约有些不安？总觉得日月宗要有着大事发生。老师，阁下来我日月宗所谓何事？一起。听闻日月宗今日乃是10年一度的收徒大典，我地府特来恭贺。我地府还为贵宗准备了3样礼品，只要不是嫡媳，那就没事。快跑，赶紧跑！日月宗上下今日定将完蛋。第1件物品，送你日月宗一口钟吧。
这口钟是一柄道器，绝对是一柄极品道器。速速去将几位太上长老唤醒，闭关的也唤醒，老祖那边也唤醒。老祖已经寿元无多了，一直沉睡才能存活至今。不是将老祖唤醒，这是关系到我日月宗生死存亡的时候了。明白。不知我日月宗到底怎样冲撞到各位大人？第2剑。第3剑贺礼。爹，救我！我不想死，明儿不想死，爹！明儿，我的儿啊！看来苏宗主对我地府的礼物很满意。我是太上长老。日月宗居然有着如此底蕴。大人，这3位老杂碎便交给属下吧。藏头露尾、见不得光的家伙，莫不是以为生死的性质修为下无敌罢了？那人居然身怀大地血脉！什么大地血脉？难不成那地府是一尊大帝所创建的道统？没想到居然还有着意外收获。若是此人能活下来，倒也算得上大气运之人，值得地府招揽。你地府好大的胆子，居然在本座的地盘上如此作祟，当真不把本座放在眼中？圣地的巡视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才能惊动天剑圣地？他们惨了！天剑圣地的巡视使，每一位都是天宫境的无上存者。我地府行事何须向尔等解释？我等见过转轮王。这是可是不是有着地道压制，圣人无法长存吗？这不是真正的圣人，妖孽！准圣，我去地府居然有着只是路过，要不前辈您继续。哎，道友入我天剑圣地所在疆域，所谓何事？道友，你我星空论道一番后如何？是如剑尊，他又变强了。和如剑尊交手的那位是何人？好恐怖的气息！是地府，好险！幸亏我当时忍住了，没有对地府所创建的商会动手。看来目的达成了。这方世界武力值还真的高啊！你地府的条件，我天剑圣地应下了，但是我天剑圣地也有着自己的规矩，这一点还望你地府同样不要违背约定。这是自然。告辞。居然还活着，也罢，那你也就和我地府有缘。老师，你没事吧？一绝的那儿。这是什么？人物闭口状态。恭喜宿主到金色潜力的气运之子，获得天道气运1000点。居然是个金色潜力的气运之子。既然招收天命之子就足以获得这么丰厚的报酬，我记得大周皇朝还有个野生的天命之子。到时候一并招入地府，办法将真正的地府兑换出来。人生寂寞如雪。哟，这位新人怎么混得这么惨？别看他混得这么惨，可是有司司中的大人物点名要重点关号的。不错不错，混成这样都没死，我地府需要这样的人才。好爽，好舒服。二位前辈，这里是……恭喜你幸运儿，你已经成为我地府的一员。你现在地区南荒分部的预备鬼差考察部，通过考察完成一定的任务，你就能转职为成为一门又正式而又光荣的鬼差了。还有，你脑海中那位老前辈也不必躲藏了。果然还是瞒不住啊！地府当中的底蕴当真是恐怖，是老夫依附在我这徒儿身上，
这才无意间闯入到地府的。还望各位大人莫怪，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劫难，吾徒无需多言，只怕今后的道路需要你自己走下去了。补一块地府令，老前辈可愿意入我地府？我愿意。先从预备鬼差说起。预备鬼差乃是我地府招收来自3000道域的天骄，完成预备鬼差的考核，那么便可以专职为正式鬼差。转职为正式鬼差的任务有3个：第一，达到生死境；第二，缴纳1万公益点。公祭点是地府的交流货币，1万下品灵石等于1公祭点。祭点你可以通过用灵石兑换，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的方式获取。第三，完成我地府的考核任务。我地府每一位成员都天资卓越，乃是铜镜中的佼佼者。难不成是传说中横跨3000道域的不朽级势力？大机缘啊，大机缘啊！而我们鬼差则隶属于3司之下的10大阴帅，10位阴帅大人都是半只脚踏入天宫境的大能。3司分为判司、阴曹司、轮回司，能进入3司的，无一不是天资妖孽之辈，修为最低的都是到达神海封王境的大能。3司负责巡视天下，有着莫大的权力。3司之上还有神秘无比的十殿阎罗和6万功臣。十殿阎罗分为秦广王、阎罗王以及转轮王大人等。十殿阎罗大人每一位都是准圣境的无上强者，哪怕在准圣境中，那也是属于巨孽级。而我们这一片区域，则是属于转轮王大人负责。但是6万功臣太过于神秘，我只知道功臣6部分别是天曹、地曹、明曹、神曹、人曹、鬼曹，其他的我是一概不知。而在十殿阎罗和6万功臣之上，则是我地府的5方鬼帝大人。鬼帝大人之上有着更加古老的存在，不过这些不是我能接触到的。我地府的主宰者乃是阴天子。